过去的这100天，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中国，全世界都应该记住一个事儿，就是中国硬生生拖住了一场足以席卷全球的能源灾难，就像18年前的2008年一样。所以呢，我把今天节目的字幕做成了双语，身在我们中国之外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的海外账户收看到这期节目。我估计我讲到这儿呢，屏幕前的您会觉得，刚才我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呢？全世界感谢中国，中国拖住了全球的能源危机，凭什么？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真的这么想，那么请您务必要静下心把今天节目看完。就是过去的100天，全世界先是亲眼见证了一场能源海啸的爆发，又眼睁睁看着它被悄悄地按下了暂停键。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1/5原油运输的能源咽喉，在2月28号一度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摆。这个时候，就连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比罗尔也公开警告说这场危机的冲击烈度将超过1973年和1979年2次石油危机。几乎与此同时，华尔街机构跟全球石油交易商也都接连上调了预期，说120美元是一个基准线，意思就是120美元打底涨到150美元没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极端情况下油价可能突破200。墨菲定律告诉人们，我所恐惧的偏偏降临我身，我所畏惧的迎面而来，越是被所有人恐慌的风险，越容易落地成真。那么这一次又被墨菲定律言中了，这份对能源断供的焦虑只用了短短2周就兑现成为了实打实的行情。布伦特原油从冲突前的73美元一路冲高，3月份盘中最高触及了112美元，4月份更是一度摸到了138美元的高位，最大的涨幅接近 90%。 各国通胀的数据应声跳涨，加油站价格连番上调，所有人都做好了物价飞涨、全球复苏再遭重击的这个准备。可是100多天过去了，所有人预想当中直奔200美元的末日的行情并没有出现，戛然而止。布伦特原油从高位逐步的回落了，稳定在每桶95到100美元的区间。消费国恐慌性的抢油的局面没有扩散，全球性的通胀没有持续的失控，一场本该持续数年的能源的灾难硬生生被拖住了下坠的势头，归功于谁呢？美国、伊朗、俄罗斯都不是，似乎成了一个谜。3个多月前，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美伊冲突刚升级的时候，我应约跟国内的一家券商开了视频会，他们想让我谈一谈这个话题。但是呢，我判断对了结果，油价肯定到不了200，但是我分析错了过程。因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低估了我们中国高层的智慧和定力。那么这个问题的谜底，直到6月9号我们中国海关的数据公布，才彻底的被揭开了，彻底的清晰了。2026年5月份，中国原油进口同比下降了 29%， 日均进口量较此前常态减少了将近400万桶。那么400万桶是个什么概念呢？400万桶相当于日本全国的单日的原油进口的总量，再加上德国、法国2国的进口规模之和。霍尔木兹封锁造成的全球供应缺口，中国一家靠收缩采购的节奏，有序的释放战略储备，硬生生对冲了将近40%。那么这不是无油可买的被动的妥协，而是一场筹备多年的精准的战略对冲。那么支持中国这份从容的是中国政府战略储备加上国有油企可调度商业库存，合计达到14亿桶的石油的家底。那么中国的这个石油家底远超美国政府战略储备的 4.13 亿桶和日本的 2.63 亿桶。当其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抢购，进一步推升恐慌溢价的时候，中国选择动用自身的家底，保障了国内供应，不跟风，不抢货，客观上为发烫的全球市场按下了缓冲键。那么这一幕像极了18年前的2008。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了衰退，是中国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在稳住自身经济大盘的同时，为下坠的全球需求拖住了底，为世界走出低谷争取了宝贵的缓冲的空间。18年后的今天，
地缘冲突引发能源断供的危局，又是中国掏出攒了几十年的能源的家底，给脱缰的油价套上了缰绳。18年，2次危机，2轮危机，2次关键的托举。很多朋友讲到这儿呢，我估计还没有意识到这份克制的分量。我做一个假设，就是假设如果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慌着忙着入市抢油囤货，每天再增加几百万桶的需求，油价早已经冲破150了，全球通胀也会立刻的掉头向上，欧美加息的周期根本无从转向，无数新兴市场国家会直接陷入能源和债务的双重困境。正是中国的从容，避免了一场消费国之间的石油抢购战，正是中国的从容，给全世界留足了缓冲的余地和空间。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藏在这场危机里面的双重标准。就在中国默默地稳住油价的同时， G7 和欧盟仍然在密集的发声，抱团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指责工业补贴扭曲了全球市场，扬言要加征关税，竖起贸易的壁垒。他们对着中国的新能源，对着中国的电动车，对着中国的钢铁产品口诛笔伐，转头就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中国需求收缩而带来的低油价的红利。骂你的时候嗓门最大，受益的时候默不作声。18年前是这样，18年后还是这样。回望2008的刺激计划，事后被西方舆论定义成为叫加剧全球经济失衡。那么这一次中国稳住油价的行为也依然被解读成为叫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当世界陷入了混乱，总有人要站出来做稳定器。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依然是。当然呢，我们从未以拯救者自居，动用战略储备调节进口的节奏。我们首要的目标始终是保障我们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稳住国内的物价和生产秩序，让14亿人的生活不受地缘动荡的过度的冲击。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看清，客观的看清，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与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的每一份未雨绸缪，每一次平稳应对，都天然的带有全球的外部性。没有人要求中国这么做，也没有人为此给中国颁奖。但是全球油价没有彻底的失控，欧美的通胀没有持续的螺旋，无数国家的民生没有被高油价所击穿，背后都有中国这份低调的托举。那么看完今天节目，我相信屏幕前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会更加理解一句话的分量和含义，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中国的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了。我认为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呢，欢迎您的点赞，让更多人看到今天的内容，也欢迎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出去。我是中南剑客，一见钟南，登高望远。